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，关于一位上海金融女与台湾送货员的爱情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爱不分地域，不看职业，最重要的是两颗真心的碰撞。好了，咱们不多说，直接进入今天的故事吧。我不是不想恋爱，是真的没时间啊。林小文捏着眉心，对着手机那头的妈妈无奈地说道。今年28岁的林小文是上海一家知名外资金融机构的投资分析师，年薪破100万不是问题。在同龄人还在挣扎求生的年纪，他已经在陆家嘴买了一套小两房，还给自己置办了一辆奔驰 C 级。但凡事都有两面性，精英的人生背后是无尽的加班和出差。每天早上8点进办公室，晚上11点才能离开，已经是他的日常。更别提突发状况，有时候连续通宵也是常有的事。妈，我不是给您添麻烦，实在是没办法。您看我这工作，林小文一边整理文件，一边对妈妈解释自己的处境。什么没办法？你都28了，再过几年就30了。到时候别说金龟婿，就连普通人家的孩子都不会要你了。妈妈的语气里满是着急。你看你表姐比你小2岁，孩子都会走路了。妈，您别拿表姐跟我比了。他那是家族企业，能不上班就不上班，我这不一样啊。林小文揉了揉太阳穴，这种对话已经进行过无数次了。小文啊，妈不是不理解你的难处，但人生不能只有工作啊。你看看你，最近都瘦了。妈妈语气软了下来。妈妈给你介绍的那个男孩子，条件真的很不错，是你爸同事的儿子，在台湾工作，据说家底也殷实，你就见一面，行不行？林小文沉默了，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连续3年的单身状态确实让他有些疲惫。虽然事业上的成就感能填补一些空缺，但深夜回到空荡荡的家，还是会感到一丝寂寞。好吧，妈，您安排吧，不过我这周末要加班，得下周才有空。林小文最终妥协了，太好了，我这就告诉你爸爸。对了，那孩子叫陈俊杰，台湾人。听说人很阳光开朗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妈妈兴奋地说道。林小文挂了电话，长舒一口气。他并不期待这次相亲，只是为了应付父母。在他看来，相亲不过是走个过场，能遇到心仪的对象概率实在太低了。周六晚上7点，林小文终于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，准备赴约。他选了一件米色的针织连衣裙，搭配一双黑色细跟短靴，化了个淡妆，看起来知性又不失温柔。推开餐厅的门，服务员引导他来到预定的位置。一个男人已经在座位上等候，看到他走来，立刻站了起来。你好，是林小文吗？我是陈俊杰。男人笑着自我介绍。林小文愣了一下。眼前的男人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深色休闲裤，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利落，和他想象中的富二代形象有些差距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他长得确实很帅气，浓眉大眼，笑起来特别阳光，有着典型的台湾男生的气质。你好，抱歉让你久等了。林小文微笑着坐下，心里不禁嘀咕，妈妈不是说她家底殷实吗？怎么看起来这么朴素？没关系，我也是刚到不久。陈俊杰的普通话带着明显的台湾腔，但听起来格外亲切。点完餐后，两人开始了交谈。出乎林小文意料的是，这次相亲并没有想象中的尴尬。陈俊杰很健谈，说起话来风趣幽默，不一会儿就把气氛调动了起来。聊天中，林小文得知陈俊杰在台湾开了一家小型物流公司，主要负责同城快递和食品配送。有时候他会亲自送货，特别是一些重要客户或特殊物品。等等，你是说你有时候会亲自送货？林小文有些惊讶。对啊，其实当送货员挺好的，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，了解不同的生活，而且自由度也高。陈俊杰笑着回答，眼睛里闪烁着光芒。林小文内心有些失落，母亲描述的家底殷实原来只是个小物流公司老板，而且还兼职送货员，这跟他的期望相去甚远啊。你呢？听说你在金融行业？陈俊杰问道。我是一家外资投行的分析师。林小文简单的回答，不想过多展示自己的工作。哇，真厉害！陈俊杰由衷的赞叹。
我在台湾有些朋友也在金融业，总是抱怨工作压力大。你也是这样吗？林小文点点头，确实很忙，经常加班到很晚。那你平时有什么爱好来减压吗？爱好？林小文愣了一下，他已经很久没思考过这个问题了。可能看看电影，听听音乐吧。但说实话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。陈俊杰眼中闪过一丝惋惜，生活不能只有工作啊，要学会享受人生。你有去过台湾吗？没有，一直没机会。那真可惜，台湾有很多好玩的地方，风景优美，美食也多，下次有机会我可以当你的导游。陈俊杰热情地说道。林小文礼貌地笑了笑，心想这恐怕没有下次了。虽然陈俊杰人很好，但职业和收入上的差距让他无法想象两人会有未来。晚餐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，两人互相加了微信。走出餐厅，林小文准备叫车回家，陈俊杰却说：“我送你吧，我车就停在旁边。”不用了，我自己叫车就行。林小文婉拒道。别客气，反正顺路。陈俊杰坚持，然后带着林小文走向停车场。当林小文看到停在那里的车时，他惊得差点说不出话来。那是一辆崭新的法拉利跑车。这是你的车？林小文难以置信地问道。是啊，平时送货肯定不开这个，太招摇了，哈哈。陈俊杰笑着打开车门，上来吧，给你体验一下。林小文木然地坐进了车里，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。他完全看不透眼前这个自称送货员的男人了。回家路上，林小文的脑子里一团乱麻。陈俊杰健谈幽默，开着法拉利，却说自己是个送货员，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你的物流公司很大吗？林小文忍不住问道。陈俊杰笑了，也不算很大，就20几辆车，40多个员工，主要做高端配送，比如贵重物品、鲜花、高档食材这些。那你为什么还要亲自送货？因为喜欢啊。陈俊杰眼睛发亮，从小我就喜欢接触不同的人，了解他们的故事。当送货员可以看到很多生活的横截面，有钱人家、普通家庭、创业者、艺术家，各种各样的人。这比整天坐在办公室有趣多了。林小文若有所思。这个男人的价值观和他认识的人都不太一样。在他的圈子里，大家都在拼命往上爬，追求更高的职位，更多的薪水。而陈俊杰却像是对这些不太在意，更追求生活的体验和乐趣。那这辆车，林小文指了指身下的豪车。哦，这个啊，陈俊杰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其实我还有个身份是赛车手，业余的，参加一些台湾本地的赛事。这车是赞助商给的。林小文彻底惊呆了。送货员、物流公司老板、赛车手，这个男人的身份也太丰富了吧？你一定觉得我很奇怪吧？陈俊杰看了他一眼。在台湾，其实很多人都会尝试不同的事情，不会把自己局限在一个身份里。我认识的一些朋友，白天是医生，晚上是乐队主唱，有的是律师，周末变成咖啡师。人生苦短，多尝试一些不同的角色挺好的。听到这里，林小文陷入了沉思。他已经很久没有思考过自己的人生了，每天就是工作、加班、睡觉，然后重复这个循环。他甚至记不清上次享受生活是什么时候了。到了，就是这栋楼吧？陈俊杰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啊，对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林小文回过神来，发现已经到了自己小区门口。今晚很开心，有机会再聊。陈俊杰微笑着说。下车前，林小文犹豫了一下，然后问道：你明天有空吗？可以带我去转转吗？我想休息一下。陈俊杰愣了一下，然后眼睛亮了起来。当然可以。明天我正好休息，可以带你去看看上海的风景。那明天见。林小文微微一笑，心里涌起一种久违的期待感。第二天一早，林小文反常的没有打开电脑处理工作邮件，而是花了较长时间打扮自己。她选了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，搭配一件白色针织开衫，整个人看起来青春靓丽，完全不像平时那个严肃的金融精英。陈俊杰准时出现在小区门口，不过这次他开的是一辆普通的丰田 SUV。今天不开跑车啦？林小文有些好奇地问。那车太扎眼了，不适合闲逛。陈俊杰笑着解释，而且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需要更实用的车，
他没有带林小文去那些游客扎堆的景点，而是选择了一些本地人才知道的小众地方，郊外的有机农场，隐藏在弄堂里的老字号点心铺，还有一个私人经营的花园。在农场里，陈俊杰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摘草莓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挑了最大最红的一颗递给林小文，尝尝看，保证比超市里卖的甜多了。林小文接过草莓，轻轻咬了一口，顿时被那香甜多汁的滋味征服了。真的很甜，他惊喜地说。当然啦，这可是阳光的味道。陈俊杰笑着说，眼睛弯成了2道月牙。阳光落在他的脸上，勾勒出完美的轮廓，林小文不禁看得有些出神。这一天，林小文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，无忧无虑，充满好奇心。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能这么放松，这么开心。午餐时，他们找了一家本地小馆子，点了几道家常菜。陈俊杰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林小文碗里，尝尝这个，这家的红烧肉做得特别好。林小文尝了一口，确实香而不腻，肥瘦相间，入口即化。真好吃，我都不记得上次吃这么美味的家常菜是什么时候了。你平时一定都是在高档餐厅吃饭吧？陈俊杰问道。不，多数时候是外卖或者公司食堂。林小文苦笑，哪有时间去餐厅啊，还不如多处理几封邮件。陈俊杰放下筷子，认真地看着他。小文，生活不只是工作啊。你看你这么年轻漂亮，应该多出来走走，感受这世界的美好。林小文被他直白的夸奖弄得有些脸红，低下头继续吃饭。不知为何，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享受和陈俊杰相处的时光。下午，他们来到了黄浦江边，春日的阳光温暖而不炙热，微风拂过，带来丝丝凉意。两人并肩走在滨江步道上，聊着各自的生活。台湾和上海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林小文好奇地问。节奏吧。陈俊杰想了想说，台湾的生活节奏要慢很多，人们更注重生活质量和个人爱好。比如下班后约朋友去夜市吃小吃，周末骑单车环岛或者去泡温泉。听起来很惬意，林小文轻声说，我有时候会想，我这样拼命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自己。陈俊杰温柔地看着他，我觉得人生短暂，最重要的是找到让自己真正快乐的事情。他们聊到很晚，直到夕阳西下，华灯初上，上海的夜景璀璨夺目。林小文站在江边，看着对岸的摩天大楼一一亮起灯光，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。很美，对吧？陈俊杰站在他身边，轻声说道。很美。林小文点点头，然后转过头看着他，谢谢你，今天我很开心。我也是，陈俊杰笑着说，然后犹豫了一下，其实我后天就要回台湾了。这么快？林小文心里突然空了一块。公司还有事情要处理，陈俊杰解释道，然后看着他的眼睛。但是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保持联系，我下个月还会再来上海。林小文没有立即回答，他内心有些挣扎，才认识2天，却有种失落感，这太不像他了。但是与陈俊杰在一起的感觉确实让他感到轻松和愉悦。好，最终他点了点头，我们保持联系。陈俊杰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，在路灯的照射下，整个人仿佛在发光。这一刻，林小文感觉自己的心漏跳了一拍。陈俊杰回台湾后，两人开始了频繁的视频通话。起初，林小文还担心聊天会尴尬，毕竟他们见面的时间很短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每次通话都能聊得很投机，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。林小文渐渐了解到更多关于陈俊杰的事情。他出生在台北的一个普通家庭，大学学的是物流管理，毕业后在一家大型物流公司工作了2年，积累了经验后自己创业。他的公司虽然规模不大，但因为专注高端市场，信誉极好，生意越做越红火。我爸妈其实一直希望我找个稳定的工作，比如公务员或者大企业职员。陈俊杰在视频里笑着说，但我天生就不喜欢被束缚，喜欢有挑战的生活。林小文点点头，这一点他能理解。我爸妈则恰恰相反，他们一直鼓励我往金融行业发展，觉得这样更有出息。你喜欢你的工作吗？陈俊杰问道。林小文愣了一下，这个问题他已经很久没思考过了。
喜欢吧，至少我擅长这个，而且薪水很好。那不是喜欢，陈俊杰摇摇头，喜欢是即使不给钱，你也愿意去做的事情。这句话像一颗石子，投入林小文平静的内心，激起了阵阵涟漪。他开始回忆自己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，是真的热爱金融，还是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？工作之余，林小文也开始主动寻找生活的乐趣。他买了一台相机，开始记录身边的美好瞬间，报名参加了烘焙课，学着做各种甜点，甚至尝试了陈俊杰推荐的冥想，让自己在繁忙的工作中找到片刻的宁静。1个月后，陈俊杰如约再次来到上海，这次他会停留1周。林小文特意请了3天假，准备带他好好游览上海。真不敢相信你居然请假了，陈俊杰惊讶地说。上次你告诉我你已经3年没有休过假了。是啊，我的同事们都吓坏了。林小文笑着说，我们部门主管还以为我要离职呢。这几天，林小文带陈俊杰去了他从小长大的老街区，他最喜欢的书店，还有藏在小巷深处的咖啡馆。他发现自己在向他展示的不只是上海这座城市，更是他自己的内心世界。第4天晚上，在一家江景餐厅里，陈俊杰正色道，小文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林小文有些紧张。我在考虑在上海开设分公司，陈俊杰认真地说。一方面是业务需要，另一方面是为了能经常见到你。林小文感到一阵心跳加速。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，陈俊杰凝视着他的眼睛。这1个月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想见你，电话和视频已经不能满足我了。如果在上海有分公司，我就可以经常来，甚至可以住上一段时间。可是这样你不会很辛苦吗？两边跑。为了你，再辛苦也值得。陈俊杰温柔地说，然后握住了他的手。小文，我想我已经爱上你了。这突如其来的表白让林小文愣住了。他早已察觉到自己对陈俊杰的好感，但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感情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林小文低下头。我们才认识1个多月，而且你在台湾，我在上海，距离不是问题，时间也不是。陈俊杰坚定地说，重要的是我们的感受。小文，你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吗？林小文抬起头，看着陈俊杰真诚的眼神，终于点了点头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陈俊杰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，然后轻身向前，轻轻吻了他。这个吻很轻，却让林小文感到一股电流从头顶窜到脚尖。就这样，他们开始了跨越海峡的恋情。恋情确定后的2个月里，林小文和陈俊杰的感情迅速升温。陈俊杰几乎每2周就飞来上海1次，他已经在上海租了一间公寓，并开始着手筹备上海分公司的事宜。林小文也有了明显的变化，不再是那个工作狂，开始懂得享受生活。同事们都惊讶地发现，那个从不按时下班的投资分析师，现在居然会准时离开办公室，而且周末也不加班了。小文，这几个月你气色好多了。同事小王真诚地赞叹道，脸上有光泽，整个人看起来都年轻了几岁。林小文笑而不语，心里甜滋滋的。他知道这都是因为有了陈俊杰，他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，不再只有枯燥的数据和报表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当林小文终于决定向父母介绍陈俊杰时，问题出现了。送货员？你在开玩笑吗？林爸爸皱着眉头，一脸不悦。爸，他不只是送货员，他是台湾一家物流公司的老板。林小文急忙解释，什么老板？听你妈说就20几个员工的小公司能赚几个钱？林爸爸不屑地说，我们辛辛苦苦把你培养成金融精英，怎么能找个送快递的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老林家的脸往哪儿放？爸，你这样说太过分了。林小文生气地说，陈俊杰是个非常优秀的人，他事业有成，为人正直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真心喜欢对方。你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林爸爸厉声说，你想想，你现在年薪100万，他呢？就算是老板，那小公司能有多大利润？将来你们在一起，肯定是你养他。爸，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了，谁规定一定要男方收入高？林小文反驳道，这不是封建不封建的问题。林爸爸拍桌而起，这是门当户对。
你们背景不同，生活习惯不同，思维方式不同，将来肯定会有矛盾。一旁的林妈妈也劝道：小文啊，妈妈不是歧视台湾人，但你爸说的也有道理。你好不容易有今天的成就，找个条件相当的对象不好吗？林小文心如刀绞，他没想到父母会这么强烈反对，更没想到他们的反对理由如此世俗。爸妈，我想你们误会了陈俊杰。他其实家境很好，开着法拉利跑车，只是他喜欢简单的生活方式而已。林小文试图解释，法拉利，林爸爸冷笑，那肯定是租的，或者是二手车。一个小物流公司老板能买得起法拉利，别傻了。林小文无力地摇摇头，他知道现在说什么父母都不会相信。总之，下周他会来上海，到时候你们见了面就知道了。见面？我没空。林爸爸撂下这句话，转身走进书房，重重地关上了门。林小文一个人站在客厅里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他拿出手机，想打电话给陈俊杰，但又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他。最终，他只是发了条信息：我爸妈暂时不太接受我们的关系，但别担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很快，手机响起，是陈俊杰的电话。小文，别难过。他温柔的声音透过话筒传来，这很正常。任何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找最好的伴侣。你爸妈不了解我，有顾虑是很自然的。可是他们甚至不愿意见你一面。林小文哽咽道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陈俊杰安慰他，爱情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。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听着电话那头温暖的声音，林小文渐渐平静下来。是啊，既然选择了爱，就要有勇气面对一切困难。接下来的一周，林家的气氛异常紧张。林爸爸几乎不和林小文说话，林妈妈则不停地给他介绍其他条件优越的男士，希望他能回心转意。周六下午，林小文正在房间里发呆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陈俊杰。小文，我已经到上海了，他兴奋地说，我有个惊喜要告诉你。什么惊喜？林小文好奇地问。我在上海找到了合适的办公地点，已经签约了，就在陆家嘴金融中心。陈俊杰高兴地说，这样以后我们就能经常见面了。林小文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陆家嘴的写字楼租金可不便宜，陈俊杰的公司真的有这么赚钱吗？还有，陈俊杰继续说，我想明天正式拜访你父母，不管他们接不接受我，我都想当面表达我的诚意。林小文犹豫了一下，可是我爸爸态度很强硬，没关系。我理解他的心情，陈俊杰坚定地说。作为父亲，他只是希望女儿找到最好的归宿，我会向他证明我可以给你幸福。第二天中午，林小文忐忑不安地站在家门口，等待陈俊杰的到来。他已经提前告诉了父母陈俊杰会来拜访，虽然林爸爸表面上不情愿，但还是同意见上一面。突然一阵轰鸣声传来，林小文探头望去，只见一辆闪亮的法拉利跑车缓缓驶入小区，引得不少路人驻足观望。车停稳后，陈俊杰从车上走下来，手捧一大束鲜花，笑容灿烂地向林小文走来。哇！林小文惊叹道，你今天怎么开这车来了？来见未来岳父岳母，当然要隆重一点啊。陈俊杰眨眨眼，然后从后座拿出几个精美的礼盒，这是给叔叔阿姨的礼物，都是台湾特产。林小文领着陈俊杰上楼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一进门，林爸爸林妈妈就坐在沙发上，表情严肃。叔叔好。阿姨好。陈俊杰彬彬有礼的问候，然后将礼物和鲜花递上，这是一点小心意，希望您二位喜欢。林妈妈接过礼物，客气的道谢，林爸爸则面无表情的点了点头。请坐吧。林爸爸指了指对面的沙发，我听小文说你是开物流公司的。是的，叔叔。陈俊杰落落大方的回答。我的公司主要做高端物流配送，在台北和高雄都有分部，现在准备在上海开设分公司，高端物流。具体是做什么的？林爸爸追问道。主要是奢侈品、高档食材、艺术品等的配送。陈俊杰解释道，我们的客户大多是高净值人群和高端企业。林爸爸眉头微皱，听起来挺小众的，生意能好吗？还不错。陈俊杰微笑着说，去年公司营业额达到了1亿新台币。多少？林爸爸惊讶地问。
大约2000多万人民币。陈俊杰谦虚地说：“虽然和大企业比不了，但在同行里已经算不错了。”林爸爸的表情明显缓和了一些。那你为什么还亲自送货？因为我喜欢接触不同的人，了解不同的生活。陈俊杰真诚地说，而且有些特别重要的客户，我觉得应该亲自服务，这是对他们的尊重，也是我们公司的特色。谈话间，林妈妈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餐，招呼大家入座。饭桌上，陈俊杰彬彬有礼，谈吐不凡，渐渐赢得了林爸爸、林妈妈的好感。饭后，林爸爸忍不住问道：“你那辆车是真的法拉利吗？”“是的，叔叔。”陈俊杰笑着说，“除了物流公司，我还参加赛车比赛，有几个赞助商。车是其中一个赞助商提供的。赛车？”林爸爸更加惊讶了，“你还是赛车手？”“业余的。”陈俊杰解释道，“就是周末的爱好。”在台湾，很多人都会有多种身份和爱好，不会把自己局限在一个职业里。听到这里，林爸爸若有所思。他看了看女儿幸福的笑容，又看了看这个优秀的年轻人，内心的抵触逐渐消融。“年轻人，我得承认，我之前对你有偏见。”林爸爸最终开口道，“我以为你只是个普通送货员，配不上我女儿，现在看来是我错了。”“爸！”林小文惊喜地叫道。“叔叔，我能理解您的心情。”陈俊杰真诚地说，“您是爱小文的，只想给她最好的。我向您保证，我会尽我所能让小文幸福。”林爸爸点点头，然后问道，“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安排？两地分居吗？”“我打算主要在上海发展。”陈俊杰回答，“台湾的公司已经步入正轨，有可靠的团队在管理，我希望能陪在小文身边，支持她的事业。”听到这话，林爸爸终于露出了笑容。好小子，有担当。来，我们出去散散步，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小区。看着父亲和男友并肩走出家门，林小文松了一口气，幸福地靠在母亲肩上。好了，我是丽姐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